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教大家如何从零开始申请 ITIN。只要你按照我的方法申请，几乎都是可以顺利通过，而且申请门槛很低，花费也只有500人民币左右。开始之前，首先需要确认的是你要有护照，如果没有护照就可以不用看下去了。其次需要有一个美国本土的券商账户，如果你还没有，可以点击屏幕右上方的链接观看我的美国本土券商开户教程。需要注意的是，老虎证券、微牛证券这些非美国本土券商是不可以的，只要满足这2个条件就可以了。那我们开始吧。ITIN 即美国个人税号，是美国联邦税务局 IRS 专门为非美国公民没有 SSN 但又有报税需求的个人设立的报税号。大部分申请 ITIN 的国内小伙伴都是为了申请美国的信用卡。ITIN 的功能其实只是报税，但是美国的一些信用卡公司为了方便没有 SSN 的人申请他们的信用卡，自愿接受 ITIN 号码作为信用认证的一部分。那么哪些银行接受 ITIN 代替 SSN 申请信用卡呢？接受 ITIN 申请信用卡的银行包括美国运通、美国银行、第一资本、摩根大通、花旗银行。另外，如果有 ITIN 也可以申请 PayPal 的 Cash 账户和信用账户。如果在美国银行账户中有大额存款，比如在同一家银行，如果1年内有超过10美元的利息收入，银行就必须要用 1099INT 表向 IRS 汇报客户的这项收入，或者是美股券商中有超过10美元的分红股息，都建议报税。如果你有报税的需求，就需要用到 ITIN 号码。那么如何申请 ITIN 呢？ IRS 的官网给出了3种方法申请。方式一是将 W7 表、税表、身份证明以及外籍的身份文件邮寄到 IRS 所在地址，等待审核通过即可。方式二是亲自前往国税局授权的认证验收代理人申请 ITIN， 这个方式可以不用邮寄身份证明和外籍身份文件。第3个方式是只有在提交 W7 表申请 ITIN 时，你的税表才需邮寄至上述地址。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当你有 ITIN 时，你将根据表格中说明提交纳税申请表，国税局在处理后将以邮寄的方式寄发 ITIN 给你。取得 ITIN 需要多长时间呢？官方的说明是，如果你符合申请 ITIN 的资格，并且完成了申请的程序，你通常会在7周内收到国税局的信函，里面有你专属的报税号码。IRS 官网的第3种方式我没看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前2种是可以操作的。第2种方式很简单，属于花钱就能办的，就是找一个靠谱的美国认证验收代理人，一般是美国的会计师。这种方式通过远程的视频见证即可申请成功，不需要邮寄护照等证件。这种方式的缺点就是费用高，一般国内的中介代理都是采用这种方式办理的。第1种方式就是自己动手。网上流传的一种方式是在美国亚马逊上出电子书，有了收入之后，亚马逊会给你寄税表，你在国内收到了税表之后，就可以把所需的资料邮寄到 IRS 申请。这种方式的优点就是花费很少，缺点就是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亚马逊出书还是有一定门槛的，并不是谁都会的，而且由于亚马逊的税表是平邮，丢件的可能性会比较大。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向券商申请 1042S 表格，然后在 IRS 官网下载 W7、1040NR 这2个表格，填好，再去美国领事馆或者大使馆申请护照公证件，最后将这4个文件邮寄到美国，等待办理即可。这种方式就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方式，也是目前自己申请 ITIN 最简单的方式。只要有美股的券商账户，必须是美国的本土券商，比如德美利证券、第一证券都是可以的。像老虎、微牛就无法申请。当你的股票账户分红股息超过10美元，就可以申请 1042S 表格了，这个门槛是相当低的。那么有小伙伴就会问了，
如何才能获得股票分红或者股息呢？只要你购买有固定分红记录的美股正股就可以了。比如我们在雪球网站打开苹果的页面，点击左边的财务数据分红派息，就可以看到苹果每年都会有固定的4次分红派息，只要你购买苹果的股票，在除权日那天持有就会有分红。大家可以按照同样的方法查看一下自己持有的股票是否有固定的分红记录。当然，这个只是之前的记录，并不代表之后一定还会分红。但是像苹果、微软这样现金流良好的公司，一般不会突然停止分红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只有购买正股才可以有分红，如果你购买期权或者卖空股票是没有分红的。接下来就和大家演示一下如何申请1042表格。我们登录德美利证券的网页后台，首先在账户首页，如果你看到这个提示，说明德美利证券已经主动的给你发送了 1042S 表格。我们可以直接到税务中心查看，可以点击这边的英文去税务中心，也可以点击网页上面的我的账户税务中心。在税务中心概览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的 1042S 表格，直接点击就可以下载下来了。我们也可以点击左边的税务日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各种税务表格，每种税务表格是干什么的，以及他们预计的发送日期。我们往下拉，看到 1042S， 下面的英文是说 1042S 表格适用于非美国公民收入来源的申报和预扣税申报。主要的税务内容包括银行利息、股票股息和联邦预扣税款。1042S 表格的申请截止日期是3月15号，需要的小伙伴要抓紧申请了。如果说你没有主动收到税务表格，就需要主动联系客服要求获取。关于如何联系客服，我在上一个视频已经有很详细的说明，感兴趣的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观看。我们可以到客户服务信息中心这里发信息给客服，点击撰写。我们这里一定要输入英文的信息，我用 DeepL 翻译一下，然后复制到这里。下面类别选择其他，这里也复制一下，发送即可。工作日一般当天就可以收到回复了。接下来演示如何去申请护照公证件。我们登录美国大使馆的网站，网站链接在视频下方的简介栏，点击右边的点击进入预约页面，选择国家中国大陆，下面选择城市，国内可以选择的有北京、广州、上海、沈阳，我这边选择上海，点击预约。这里选择第3个进行公证等业务，下面选择已阅读同意，点击确认，这边选择一下日期，下面的数字代表当天还可以预约多少人。这个页面选择一下时间，下面填写一下个人信息，包括性别、出生日期、手机号码、邮箱、哪个国家的公民、哪个国家出生、性别、护照号码。输入完成之后点击继续，这边需要你把这个信息打印出来，去大使馆的时候要带上。另外还需要一份护照彩色扫描件，有网友反馈黑白的也可以。另外需要准备50美元现金交纳手续费，如果没有的话就带一张双币种信用卡，刷卡就可以了。注意国内的银联卡是不支持的。总结一下，我们去大使馆需要带的东西有3个：打印的预约单、护照扫描件、50美元现金或者双币种信用卡。护照公证件办理过程其实很简单，就是到大使馆盖个章就可以了。然后就需要我们邮寄资料，一共是4个。打印好的 1042S 表格、W7 表格需要提前填好， 1040NR 表格需要提前填好，护照公证件邮寄地址我也放在视频下方了。建议大家寄快递、DHL、联邦速递都可以，费用在30美元左右，最好不要用平邮，平邮丢件率太高了。快递寄出后就需要耐心等待 IRS 的回信了，通常在3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申请成功，你的 ITIN 号码就会平邮寄到你税表上填写的中国地址。有电报群里的小伙伴反馈，
自己税表上面填写的是美国的转运地址，自己的美国地址收到 ITN 信件后，再通过快递寄回国内，这样速度会更快，而且也不会丢件，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除了这2种官网介绍的办理方式，其他的都是野路子，大家需要仔细甄别。如果要找中介办理，一定要问清楚是通过哪种渠道办理的。曾经有小伙伴和我私聊，他咨询的办 ITN 的中介说，通过开公司的渠道注册，或者只要交钱不用提供个人的资料就可以办好。这种肯定是有税务和法律层面的风险，大家千万不要相信。之前的视频我和大家分享过，如果想要通过 ITN 申请信用卡，不是很建议，因为可以通过我这边的渠道开 BOA 的押金信用卡，可以积累信用记录，有了信用记录就可以申请其他银行的信用卡了。但是目前代办渠道已经无法开押金信用卡了，只能开支票账户和借记卡，所以目前通过 ITN 申请信用卡是唯一的渠道了。动手能力强的小伙伴可以尝试一下。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在屏幕下方留言，也欢迎加入我的电报群讨论。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可以订阅关注我，并且点开小铃铛，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内容的更新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